时间接近5月了，然后常常会有门诊的病人来告诉我说他脸红红的，啊，要不然就这里红红的，要不然就这里红红，要不然就这里红红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他之前看过 A 医师跟他说脂漏，然后他很疑惑说 B 医师跟他说酒糟，然后当然那个坊间的美容师跟他说敏感肌这样。所以有一个题目我们想要在今天跟各位谈一谈，就是脂漏跟酒糟到底怎么区分，这也是这10年来皮肤科医师很夯的一个话题。脂漏性皮肤炎，就像我们一直以来谈的，脂漏性皮肤炎的定名就是油脂太多漏出来，叫脂漏。那酒糟的最原始，在30-50年前，酒糟的发作其实一开始认为是从毛囊炎开始。那毛囊炎当然也是跟油有关，可是很有趣的是这样子就是酒糟最原始的毛囊炎，最原始，它其实在两颊，这里长青春痘，在两颊然后之后慢慢的会逼近到鼻子，然后逼近到眼睛这样但它主要的，如果你看到被诊断的酒糟，基本上是两颊红红的。脂漏的病人，他就是在油区，所以你会看到眉间然后鼻翼红红的然后下巴甚至到胸口。如果你的症状很标准，你当然不会有错，医师一定会正确的诊断你。可是如果你的诊断不太标准，比如说你鼻子也有，脸也有，就会被诊断为脂漏或者诊断为酒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谈一下脂漏跟酒糟的差异。为什么把脂漏跟酒糟分开那么重要？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治疗基本上是南辕北辙。像脂漏性皮肤炎，我们知道它跟皮下包菌有关所以脂漏性皮肤炎的治疗它是被允许使用类固醇。可是酒糟在书上正式的说法，酒糟很可能是类固醇引起的，所以只要你被诊断为酒糟，你是不准用类固醇所以他们两个的治疗基本上是南辕北辙。脂漏性皮肤炎跟酒糟在皮肤科医师的分野，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部位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酒糟很有趣的是，它虽然也是从青春痘来，但是酒糟基本上不会发生任何的头皮屑。但是我既然做肌肤监测嘛，我当然要告诉你，肌肤监测在看脂漏跟酒糟的差异因为一个跟毛囊有关，一个跟毛囊比较没有关。你看脂漏性皮肤炎虽然讲脂漏，可是它跟毛囊没有关。因此他们在皮肤镜上面，你可以去查到很多的书上，他们有一个是点状的皮下出血，一个是线条状的皮下的血管增生。但是无论如何，在脂漏跟酒糟的分野上，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你就很可能脂漏当做酒糟治疗，酒糟当做脂漏治疗，那这样会使得它各自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但是在肌肤监测里面，我跟各位讲，我们这10几20年的发现，我们认为脂漏跟酒糟很可能都是刺激后对于毛囊的刺激或对皮肤的刺激，它的两个不同表现。那在医学上我们叫做光谱性的疾病spectrum 就是或者它是一个新的我们叫症候群的不同阶段表现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得更清楚。酒糟目前成因不明，脂漏目前成因不明，但是酒糟有一个替死鬼很有名，就是毛囊螨然后脂漏有一个替死鬼也很有名，叫皮下包菌，这个我们之前都谈过，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我 blog。毛囊螨的杀除，目前有毛囊螨的药物是专门用来杀螨。然后皮下包菌有抗真菌、抗霉菌的药物那目前也是用来杀的。可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性的部分，就是酒糟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能够正确的诊断，其实脂漏性跟酒糟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常常会产生共病（comorbidity）。共病的意思说，这个人又有酒糟又有脂漏，那这时候你到底下或不下类固醇？你下了杀毛囊螨的疾病，可能使得皮肤发炎变重；那你下了类固醇，可能使酒糟变重。于是我们的肌肤监测的医师又跑出来就是说，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光谱性疾病？你想想看，你恢复了皮脂的正常分泌然后你让皮脂腺通畅了，你让水管就是我们汗腺也出来，然后它可以溶解皮脂，所以皮脂通畅以后，毛囊螨没有食物，因为很有趣，毛囊螨吃的是我们那个皮脂腺里面的那个角质细胞，然后皮下包菌吃的是那些堆积的皮脂，它们两个虽然是不同的可是它们两个竞争不同的食物，但是它们两个跟皮脂腺的堵塞都有关，所以当你把皮脂腺打通了，然后你的酒糟anyway 它可以慢慢消失，你的脂漏 anyway 它可以慢慢消失，所以对于肌肤监测医师来说，我想这样讲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我们真正发现，就是说，如果你的健康恢复了，你的皮肤就健康。也就是说，当你能够重建你的酸性保护膜，你的重建酸性保护膜以后，你的毛囊螨的数量会自然下降。
你的皮下胞菌的释放量会自然下降，于是你的酒糟会改善，甚至从此不太发作。你的脂漏性皮肤炎会改善，从此不再发作。这个听起来很荒谬吧？是的，很荒谬，可是它真的会发生哈。所以我们很诚挚的邀请你哦，一定要好好的运动，好好的让皮肤正常的出油出水哦。那这样子你才能够不管它是脂漏或酒糟，你都有机会完全的摆脱它们。